饥荒3年，我卖一粮救活全村，乡亲却转头骂我赚黑心钱。我家娃饿得哭了一宿。别哭了，不就1碗饭吗？娘，算了，乡里乡亲。哟，看看这掉地上沾了灰的饭，咱们的大善人就不要了。真是家大业大，粮食多的糟践不完啊！可见平日里从我们这些穷乡亲身上，不知道刮了多少油水下去。3年前，我押上全部身家，才从南边抠出这点门路，运费比米贵。但我没多算1分，按3文钱的成本价卖白米饭。慢慢的，乡亲们脸上有了肉，竟开始挑剔起来，一会儿嫌米硬，一会儿又要配咸菜，现在更是说我挣黑心钱。婶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进的价加上运费都……运费？你骗鬼呢！人家西头新来的小花姑娘卖的比你们便宜多了，2文钱还限制荤腥。你们这黑心烂肺的，赚乡亲们的血汗钱也不怕天打雷劈！王婶，我的米从南边水路运来，光顾船押运1碗的成本就得3文了，我真的1分钱都不赚。你要不信，我拿账本给大伙看。我前阵子还见丽娘从码头回来，脚上都是泡，路都走不稳。你吃了她几口剩饭就替她说话了？要不你替大家把这黑心钱补上？谁要看看你的破账本？王婶说的对，你们就是赚乡亲的黑心钱。大家都看看，我这碗有米有肉，人家小花才卖2文钱，她1碗干巴巴的米饭就敢卖我们3文啊！这不是黑心是什么？大家别这么说，丽娘姐姐，她也要过日子嘛。南边今年大丰收，米价跌得厉害，根本卖不上价。我这2文钱1碗还是有的赚的。大家要是不嫌弃，以后就到我那儿买。听听，大伙儿都听听，南边米价都跌成那样了，她陈丽娘还敢卖3文？丽娘，咱们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就这么拿粮食洗乡亲们的血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！这3年来，我日日盯着粮价，为了压下离钱，我跟粮商磨破了嘴皮，为了省运费，一趟趟往码头跑，才勉强把成本稳在3文。南边若真丰收，我怎会半点风声都没听到？靠王婶，南边今年河道不太平，粮价明明是涨的，哪来的跌？老太婆！赵老三，你别动手啊！够了！觉得我赚你们黑心钱的，现在就来找我退钱，我不卖了。行，退就退，当我们离了你这黑心铺子就饿死了不成？给我退今天的饭钱！今天谁付了钱的过来退，吃了的也算，当我请了，好聚好散吧，就当是还了这片水土的养育之恩。光退今天的就算完了？你之前赚了我们多少黑心钱，那都得退，从你开张第1天算起。王婶，之前的饭你们早就吃进肚子里了，我根本就没赚钱，1碗饭成本就是3文，我拿什么退给你？我呸！你说3文就3文，账本还不是随你做？吃了你的馊饭，没让你赔病钱就不错了。今天这钱你必须退，把之前昧下的全都给我吐出来。对，吐出来，不退就拆了你这黑店。你们还是人吗？为了让你们有口饭吃，我闺女3年没睡过1个整觉，你们现在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仨呀！滚开！娘！官府办案，谁是陈丽娘？差爷，她就是陈丽娘，我举报她贩卖来路不明的私粮，赚黑心钱，把乡亲们都榨干了。官爷，就是她，她这3年靠灾荒发了大财。他铺子里的钱全是从我们这些穷苦人身上刮下来的。黑心钱！按大梁律法，贩卖私粮罚银50两，你认不认？娘，孩子2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先卖我们1碗吧。婶子，我官印还没办下来，再等2日。救命晚2天又能怎样？咱们都记你的恩。我认法。这些是咱们3年的补偿，走，咱们去小花姑娘那儿好好吃顿带肉的，庆祝庆祝！以后可怎么过呀？阿宝的学费也没了。没事，娘，我们走，我们有地方去。
丽娘，你的本事我们都知道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开价，30文一碗，我们也买。我丽娘不做丧良心的买卖，从前3文一碗是进货的价，如今搬了家，粮路更远，柴火人工都要算进去。好，就按丽娘掌柜说的办。我卖5文钱一碗。好，这个价格比外面便宜10倍了。丽娘掌柜肯来，咱们张家村就有救了。丽娘，求你回去吧，村里要死人了。丽娘，村子里出事儿了，大家吃了小花的饭，倒了一大片，老人孩子都快扛不住了。小花的饭就是那杀千刀的，那米那肉都不对劲，吃了就闹腾，现在谁还敢买他的？可外头的粮价咱们哪吃得起呀？丽娘，我们都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，心肠最善，你回去救救大家吧！你是咱们村养大的闺女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死啊！是啊，跟我们回去吧。你们的人病了，关我陈丽娘什么事？我的铺子如今开在这儿，你们村的生死归小花管，不归我管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是，白天是大家糊涂，说了些混账话，可你不能这么小气，就这一点错处不放啊！你是读过书、明事理的人，该大人有大量。我小气，我揪着错处不放。我呸！我闺女3年心血点把命搭上，换来你们砸铺子抢东西，现在吃出毛病了，倒想起我们来了！滚！都给老娘滚！陈老太婆给你脸了是吧？好声好气求你们是给你们台阶下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丽娘，到底回不回去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要是不回去，就是见死不救，就是没良心！对，老天爷都看着呢！没良心，白眼狼！村里白养你这么大！想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回去，看他回去还怎么应气！你们干！娘！混蛋！放手！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在这里老子就是王法！乖乖跟我们回去，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住手！张家村少管闲事儿。陈丽娘是我们村的人，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我们带她回去救命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就是，信不信我们现在就去报官，说你们拐带人口？报官？好啊，正好让官爷看看，到底是谁半夜闯进别人院子，还想强绑妇人。咱们看看公府是治谁的罪。丽娘，你从小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现在村里人都吃不起饭了，你就任由这些外人欺负咱们，你这不是忘本吗？我没忘本。3年饥荒，我没多收过你们1文钱。为了让大伙有口饭吃，我脚底板磨烂了，跟梁商磨破了嘴皮子。可结果呢？你们骂我黑心，我退还了所有钱。你们砸我铺子，抢我东西，伤我母亲。曾经的恩情，我陈丽娘自问已经还完了吧？可你们不能一边趴在我身上吸我的血，一边嫌我的血脏。你们要不要脸啊？现在吃坏了肚子，又想把人绑回去，继续给你们当牛做马。丽娘现在是我们张家村的人，谁敢动她一下试试？滚出去！再不滚，别怪我们出头不认人。这么多年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出头。行，你们护着他是吧？等他哪天把你们的钱也赚干净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走。丽娘，快抹上，这药是我家男人上山摔伤时用的，止血消肿好。从今晚起，2个人一班在丽娘院外值夜。那群要是再敢来闹，先绑了再说。村长放心，我们守着，保准一只耗子都钻不进来。从前在原村，我天不亮就起床淘米生火，哪怕发着高热，也要咬牙撑在灶前。他们却只会嫌饭出得慢。这3年，我熬干了心血，他们只嫌我灯油烧得太旺。今晚咱俩守东边。丽娘，别怕，你只管安心做饭，安心过日子。是啊，往后有我们张家村在，就不会让你们娘仨受欺负。娘，
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吗？是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丽娘，我来帮你烧火。那我来帮着分碗。我自家腌的菜，拿来给大家配饭吃。谢谢大家了。今天铺子开张，多亏了大家伙帮忙。这第一顿饭我请大家吃，不要钱，大家放开吃，吃饱为止。这怎么行？现在粮食这么贵。是啊，丽娘，你自己也不容易。一顿饭没什么，算我谢大伙昨夜护着我们娘仨。丽娘掌柜，你真是活菩萨呀！谢谢丽娘掌柜。哪来的米香味儿？好像是隔壁张家村。还真让他给张罗起来了。他还真舍得呀，这大白米饭就这么白白给外人吃了。显摆什么？他倒是大方，拿咱们村的粮去给张家村做人情。可外头米价都翻了10倍了，镇上的清涧底的稀粥都要30文，就连小花那儿，就这馊饭都涨到20文了。闭嘴！王婶，咱们花20文买这玩意儿，昨晚我肚子疼的在床上直打滚。咱们以后咋办？总不能天天吃着肚子疼的馊饭。哎，他不回来，我就想办法让他回来。我当然有办法。天杀的陈丽娘，你还我儿的命来呀！就是喝了你的米汤，上吐下泻，眼看就不行了。黑心的奸商都害人，大家都来看呐！就是这个黑心的奸商卖的米汤害了人呐！大家快来看看啊！就是这个陈丽娘，她在我们村卖了3年的黑心，把好多人吃的病了，现在跑到你们张家村又想故技重施，你们别被她骗了！对，我们可以作证，就是他原先的米有问题，我们已经报了官，官差马上就到。陈丽娘，你这回别想跑！你们血口喷人，是你们自己贪便宜买了小花的馊饭，吃坏了肚子。那米汤也是当初看你们饿得可怜，丽娘心善白送的，你们怎么能这么颠倒黑白？是不是颠倒黑白？官也来了，自有分享。谁是陈丽娘？有人告你贩卖劣粮，致人染病，可有此事？陈丽娘，有人告你贩卖劣粮，致人染病，可有此事？官爷，就是他，他就是个惯犯，上次卖私粮被罚了50两，转头就跑到张家村继续害人。荒原卖粮，最要紧的就是一个信字。只要张家村的人怕我、疑我，我就只能灰溜溜的回原村，任由他们拿捏。差爷明鉴，民妇从前3年在原村卖粮，皆是从南边粮道购来的正经米粮，成本3文，售价3文，分文未赚。若说民妇卖劣粮害人，绝无此事。那上次罚银又是怎么回事？官爷，您听见没有？他自己都承认被罚过，这种人说的话哪能信？上次认罚是因灾年急受救命粮，官凭未办齐，此事是民妇疏忽，民妇认。但粮有没有问题，吃过的人最清楚。官府信不信我不重要，可张家村的人会不会也因为这一张罚单，对我心生芥蒂？官爷，我张家村全村上下都愿为陈丽娘作证。丽娘掌柜卖的粮，我们家家都吃了，干净顶饱，从没出过毛病。开张那天，他还请全村白吃，这样的好心肠，老汉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几个。官爷，您看看，这饭要是有问题，我们还能站在这儿吗？上次就是他们把丽娘掌柜的铺子砸了，还抢了东西，现在居然还有脸来告状。原来被人相信是这种滋味。王氏，你口口声声说陈丽娘卖劣粮，害你村人染病，可有郎中的脉迹？大家都病着，哪来得及请郎中？可有苦主联名状？这可有证人亲眼看见是陈丽娘的粮害了人？官爷，这还用看见吗？他之前就被罚过银子。够了！罚银一事已经了结，你若拿不出新证据，就是空口攀污。
官爷饶命！官爷饶命啊！官爷饶命！官爷饶命啊！都是王婶让我们来的。是啊，官爷，是王婶说厉亮掌柜害了人，我们才信的。对，都是王婶挑的头。赵老三，你放屁！昨儿晚上是谁说要把陈丽娘的名声搞臭，让她在张家村待不下去的？那也是你先说的。你还说只要她被赶回来，往后就得乖乖给咱们村做饭，再不敢收钱。好啊，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冤枉丽娘掌柜还不够，还想逼她回去给你们当牛做马。官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一时气话。一时气话，扰乱生计，恶意构陷，还敢在本差面前互相攀咬，真当官府是摆设？待到村口，每人杖20，以儆效尤。陈丽娘，差爷，这是县衙新发的临时售粮凭据，灾荒时间准你在张家村设铺售粮，只要粮米来路清白，价格明示，便不算私售。从前我为了让乡亲们活命，没来得及办齐凭据，被罚了50两，那几乎掏空了我所有积蓄，也成了我身上的污渍。可现在，我终于有了真正的文书，多谢差爷。不必贵。荒年不易，你能凭本事弄来干净粮食，又肯按良心价卖，是好事。别让这些百姓断了活路。民妇记下了。太好了，丽娘掌柜有官文了，这下好了，丽娘，你终于能安安心心开铺子了。今日是大喜事，丽娘掌柜，往后你这米铺就是咱们张家村正经的粮铺。谁要是再敢泼脏水，先问问咱们全村答不答应？对，不答应。谁敢欺负丽娘掌柜，我们不答应。谢谢大家的信任，我丽娘以后定不负大家所托。丽娘，你别总一个人扛着。嫂子，你家里也忙，哪能天天让你来帮我烧火？忙什么啊？能吃上饱饭，干活都有劲儿了。你负责把粮弄来，已经是救了咱们全村的命了。分饭、洗碗这些活，我们能搭把手就搭把手。再说了，你这饭铺不只是你的，也是咱们全村的活路。谢谢嫂子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安稳下来，米铺的生意越来越顺。我按5文钱一碗卖饭，价格不高，却足够把运费、柴火、人工都算进去，不至于再像从前那样把自己熬干。丽娘掌柜，前2天手头紧，赊了2顿，今儿攒了点儿，赶紧给你送来。不急的，您收好饭票。丽娘，阿宝也到了该上学堂的年纪了。从前攒下的银子，本是想送阿宝去学堂的，可后来铺子被砸，积蓄被罚，那念头只能压在心底。如今好不容易安顿些，我怎么舍得耽误他？村长，能帮我给阿宝找个先生吗？这是好事儿，咱们村学堂还在，先生是个老秀才，人不错。阿宝聪明，该去念书。只是我铺子里忙，早晚离不开人，怕接送不方便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家小虎也在学堂，往后让他们一道去，放学我去接，一并给你带回来。丽娘，你安心忙铺子，孩子交给我们。就是，放学我去接，一并给你带回来。丽娘，你安心忙铺子，孩子交给我们。多谢几位嫂子了。善人之初。看着他走远，之前受的那些苦，好像都有了盼头。在张家村安定下来后，仿佛重获了新生。丽娘不好了！嫂子，怎么了？阿宝不见了！
日学团散得早，我去接孩子的时候，小虎他们都在，唯独不见阿宝。先生说他是跟着孩子们一起出的门。那人呢？半路上有人看见一个男人拿糖哄他，阿宝不肯跟他走，然后阿宝就跑了。看清是谁了吗？没看清，只说那人瘦高个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瘦高个还跛脚，那是李赖子。李赖子，他就是村里的混混。从前灾荒刚起，他带人定卖高价粮，一袋米掺半袋沙，卖得比命还贵。买不起的人就被他逼着牵卖儿卖女的气。后来你来了，村里人都来你这吃便宜饭，他们的粮卖不出去了，他肯定是怀恨在心，故意报复。都怪我就晚到了一会儿，就那么一会儿啊！丽娘，是我没看好阿宝，我对不起你。嫂子，不怪你，是他们早有预谋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找阿宝。阿宝那么怕生，平时最是乖巧，那时他该有多害怕，我不敢想，一想心就像被刀绞一样。丽娘，这事儿是我们张家村对不住你，人在我们村丢的，老汉我就是把全村翻过来，也一定把阿宝给你找回。村长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李辣子他们平日都在哪儿混？他们藏在西坡废窑那边，还有村北破庙，分3路找。剩下的人跟我去河滩。好，再派2个腿快的去衙门报官。好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哟，怎么了这是？不是说张家村人好，个个护着你吗？怎么才安成几日，孩子就让人拐了？我早说什么来着？张家村这种地方，穷山恶水出刁民，外村人就是外村人。嘴上说护着你，真出事了，谁管得了你那没爹的娃啊？赵老三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！阿宝丢了，你们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有脸在这说风凉话。我们说错了吗？要是在原村，谁不知道阿宝是丽娘的闺女？在那儿借李赖子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动阿宝1根手指头。丽娘啊，你也是糊涂，咱们才是同根同源的乡里乡亲，是看着你长大的。你非要跟这些外人混在一起，现在好了吧？要我说，你还是搬回原村去吧，有我们这些老邻居能照应照应。丽娘，对不住，是我没管好村里的人。丽娘，你要怪就怪我们，是我们没护好阿宝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孩子找回来。丽娘，你能不能不要走？我不走。这里是阿宝的家，也是我的家。现在找阿宝要紧，别的等孩子回来再说。好，丽娘信咱们，咱们更不能辜负。都听见了，找，掘地3尺也得把咱们才子孩子找回来。好。阿宝，阿宝，你在里面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阿宝找到了，不是阿宝，是李赖子。那帮家伙躲在西山后头一个山洞里。阿宝呢？你们把孩子藏哪儿了？我们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有人亲眼看见你找过阿宝？不是我们，真不是我们，我们就是想吓唬吓唬你，给你个教训。谁让你一来就断了我们的财路？村里人都去吃你的饭，没人买我们的高价粮了。无耻！你们断人活路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？我们本来就想把那小崽子关2天，让你知道厉害，谁知道他自己跑了。往哪儿跑了？
他跑到深山里去了。我们追的时候，看见他躲在一个男人的后头，那男人脸上有一道大刀疤，凶得很，二话不说就把我们揍了。我们打不过他。刀疤男，刀疤脸，是住在附近那个山匪。听说他几年前就躲进深山，从来不见外人。我听我爷说过，他那道疤是跟熊瞎子搏命留下的。传言他饿极了，吃过。闭嘴！阿宝要是落到那样一个凶残的人手里，丽娘，不能去！天黑了，那林子进去就出不来。我要去找阿宝，他怕黑，他一个人在山里。阿宝，娘在这儿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着？有没有哪里疼？娘，我跑出去，山里好黑，是刀疤叔叔救了我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是你救了孩子，路上捡的，带回去喂了点水，天亮才问清是哪家的孩子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若不是他，阿宝在那深山里待上一夜，就算不遇上野兽，也会冻死饿死。多谢恩公救我女儿。孩子没事就行。饶命！饶命啊！绑起来，直接送官。这样一个连夜送孩子回来的人，真的会是传闻里那个吃人的山匪吗？恩公留步。还有事。敢问恩公高姓大名？你救了我女儿，就是救了我的命。若恩公不嫌弃，去我家吃顿饭吧。丽娘，他……娘，刀疤叔叔不是坏人，他还给我烤了山芋吃。举手之劳，不必谢。对恩公来说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是天大的恩情。阿宝，刀疤叔叔，你吃呀。恩公怎么称呼？张铁。张铁，你是张家村的人。荒年刚起的时候，村里断了粮，我仗着一身力气进山打猎，想着能带点肉回来给大家续命。可李料子那帮人盯上了这块肥肉，他们想倒卖高价粮，怕我猎来的东西坏了他们的财铺，就四处编排我，说我这疤是杀人留下的。时间久了，连曾经的街坊邻里见了我都像见了瘟神，没人敢靠近我。铁哥，你救了阿宝，这份清白，我陈丽娘一定帮你讨回来。禀大人，民妇陈丽娘在此作证，李赖子等人拐骗孩童，更有倒卖私粮、逼良牵妻之罪。且李赖子亲口承认，多年来关于张铁杀人的流言，皆是他们为保财路恶意编造。张铁实为舍命救人的良善之辈。大人，李那子对诱拐及诬陷之事供认不讳。李那子，你可认罪？小人知罪，求大人饶命。铁子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，走回村。村西这屋子虽然旧了点儿，但亮堂，往后你就安生住下，缺什么尽管说。多谢村长。铁叔，路上摘的，甜。铁叔，你脸上那疤真的打过熊瞎子吗？没有，别听瞎话。二爷说你可厉害了，一箭能射穿2只野兔。铁哥，留步。铁哥，
你这一身打猎的好本事，总是一个人进山零散着卖，太可惜。你愿不愿意同我做一桩买卖？什么买卖？你猎来的东西，我全按市价收。我这铺子里每日做饭，若能添些肉汤，乡亲们的身子也能好些。灾荒年，乡亲们手里都没钱，肉贵，他们吃不起。我不加价，米饭还是5文钱一碗。若当天有肉，就熬成肉汤，切碎了拌进饭里。你不用担心我亏，我现在有官府文书，粮路也稳了些，算下来还撑得住。那我供货的钱，你少收些。不能少，你冒险进山打猎是拿命换来的，该是多少我便付多少。今日有肉汤，饭价不变，还是5文一碗。啥？有肉还不加价？丽娘掌柜，你可别亏了自己啊！咱们吃上白饭就知足了，哪敢还吃肉？灾荒年，人总得有点油水撑着，大家吃饱了才有力气活下去。丽娘掌柜，你这是在救咱们的命啊！丽娘掌柜，我们是东洼村的，能不能也卖我们一碗？既是饿着肚子来的，何止一碗？这些人比当初的张家村还要瘦。3年前，原村的人也是这样看着我的。我以为自己早该长了教训，可看着他们，我还是做不到转身关门。丽娘，要不分他们些吧，我家可以少吃半碗，真的没事。我也少吃点，孩子太可怜了，先给外村的饿着。丽亚，粮是你的，过来领饭，孩子先领。今日先给孩子和老人盛，张家村的乡亲若愿意少盛一点的，我都在账上记着。等后头粮到了，我一定给大家补回来。补什么补？都是救命的事儿。就是，咱们少吃2口，饿不死。丽娘，你又想把自己逼死吗？娘，这次不一样。从前我一个人扛，越扛越亏。灾荒年，靠一锅饭分来分去救不了人。这次我要把粮路做大，我要去谈一笔能让这方圆10里都活下去的买卖。陈掌柜，又是你啊！不是我说，这荒年米比金贵，你要的那点量，我匀给旁人都能翻倍卖。你若是嫌价高，就去别家瞧瞧，我这儿可不招揽没钱的生意。我要的不是几袋米，而是长期收粮。这名册上是张家村、东洼村、柳树村等5个村子合起来的量，只要粮干净，价钱公道，我每个月都要这个数。陈掌柜，这县衙的印倒是不假，可如今这世道，荒年粮贵，运费也贵，你这价码……这一趟从南边过来的船费是多少？雇脚夫的工钱是多少？路上正常的损耗是多少？我陈丽娘心里也不做些吐，我能保证你货一到码头就有人接，不压仓不拖账。你若不肯，我手握3个村子的饭碗，大可去找别家。成，陈掌柜是个爽快人，若你真能月收，我单价给你让半成。半成看似不多，可量一大，省下来的就是救命的钱。各位老哥，我有桩长期包船的买卖。从前散运自然贵，如今我整船包下，你跑1趟顶过去10趟，痛快！运费砍掉2成。灾年肯做平价买卖的人不多，你若真能守住良心，多谢。丽娘，怎么样？丽娘，事情办得顺吗？谈成了，以后进粮能多3成，运费还降了。太好了，有救了！大家的都有救了，丽娘掌柜真有本事。娘，你好厉害！明日我进深山多猎些回来。别太冒险。知道，我还欠你一顿饭钱。这一刻，叶枫仍旧带着荒年的凉意，可我看着眼前一张张重新燃起希望的脸，
心里却从未这样安定过。铁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这还叫没事？这要是再深半分，你这胳膊就废了。猎物越来越少，得往深处钻。铁哥，不能总这么下去了。粮食的问题虽然谈妥了，可乡亲们的身子都亏着。肉汤是救命的东西，可你一个人拿命进山换，换得了一时，换不了一世。铁哥，咱们得想别的法子。山里的东西也总有打光的一天，不用你再拿命去搏。我在想，能不能做些结实的铁笼子，下套捕野兔、野鸡。要是遇上小野猪，咱也能活捉。活捉？你想养？荒年里大家没油水，要是能把母猪留下来圈养，等下了崽，以后大家伙就不必次次拿命进山换肉了。能是。陈掌柜、李兄弟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野猪力气大的能掀翻牛，普通木笼子一撞就散，这买卖不划算。所以要铁条，地面压石槽，门做倒扣，只要进去了，它力气再大也只能困死在里头。兔笼和鸡笼可以小些，先做几只试试。要是这事儿成了，往后这就是咱们的生计。成！为了全村人的活路，我是。看着你印的深浅，是往东边山坳里去的。以前是一个人拿命搏，现在是全村人合力求存。这荒年，咱们一定能闯过去。中了，中了！笼子里有东西。有肉吃了，我们有肉吃了。有了粮路，有了肉源，这张家村才算真正有了生机。铁哥留手，留下，我要把他们养起来。有了粮路，有了肉源，这张家村才算真正有了生机。这头公猪宰了熬汤，分给全村。这2只母兔留下来，不许杀。丽娘掌柜，这东西真能养熟吗？野猪可是凶得很啊！慢慢来，先圈起来，拿咱们铺子里剩下的糠皮、野菜、米汤喂它。只要能养活，往后就有源源不断的猪仔。丽娘说的对，铁子，这猪圈兔棚以后归你看护，这几个后生跟着你学。好。有了粮路，有了肉源，这张家村才算真正有了生机。娘，他们什么时候生小猪呀？等他们吃饱了、长好了，就会有了。那我以后少吃一口，给小猪吃。你先把自己养胖再说。快看，小兔崽儿！真活了一窝啊！以后咱们是不是能养兔子了？兔子长得快，能换钱，也能吃肉。粮食救急，可养殖才是把命攥回自己手里的第一步。有了猪圈兔棚之后，我又开始惦记村外那几片荒地。灾荒3年，地不是不能种，只是缺水、缺种子、缺力气。村长，有了猪圈兔棚，这地终究还是要种出来。可灾荒3年，地干的裂口，种下去也是白费功夫。我去看过村北那条老河，上游还有水，只是被淤泥堵住了。若能清出来，再挖几条小渠引水到荒地，未必不能种。开渠，这可是大工程，咱们村这几号人能行吗？所以不能只靠张家村，东洼村、柳树村，还有那些来买饭的人，他们也要吃饭，也想活命。我们可以让他们以工换粮，谁来挖渠、垦荒、修田岗，我便按日给饭，等地种出来，按出力多少分粮。哈哈哈哈哈！丽娘，你这要带着几个村子一起活呀？一个村活不算活，周围都饿疯了，迟早还会出乱子。大家都有活路，才是真的安稳。好，我们干！只要给孩子一口吃的，我们什么苦活累活都能干。想吃饱饭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第一，不许抢，不许闹，按名册领饭。
第二，干多少活记多少功，谁也别想偷奸耍滑。第三，开出来的地，收成按工分来分，谁出力，粮归谁。若有人敢捣乱，立刻除名，一粒粮也不会卖给他。开工！从那天起，田里重新有了人声。我每日天不亮就起，安排铺子做饭，再去田边技工。铁哥护着粮仓和猪圈，防着那些起歪心思的人。没骨气的东西！他陈丽娘就是想让咱们低头，你们去了就是承认咱们当初错了。本来就是咱们错了。你再说一遍，看我不打死你个吃里扒外的！丽娘，我们不求白吃，就让我们干活换口饭。孩子快饿得不行了。从前的事儿是我们对不住你，可孩子是无辜的。我认得他，当初砸我字铺子时，他虽然跟周婶一样没动手，但他也没替我说过一句话。从前我或许会心软的毫无底线，可如今我不会了。想吃饭可以，真的。从前抢过我铺子东西的，先把东西折成工分，干活补回来。骂过我的，我可以不计较。看若再有人挑事、偷懒传谣，我立刻赶人。你肯给我们一条活路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。可若他们愿意用双手换饭，我也不至于把人往死路上逼。嫂子，拿名册给他们登记。来，先在这儿写名字。没出息的东西，一个个都去给陈丽娘当牛做马了，不嫌丢人吗？站住！你们回来！都不许去领那黑心烂肺的饭！陈丽娘，你非要收买人心跟我对着干是吧？行，我让你这地种不成，饭也吃不上。石头塞得死，是存心要让地里断水。看着鞋印，是原村那边过来的。水渠被堵了，是谁做的？我不急着查。谁干的缺德事儿？要是害得老子没饭吃，老子跟他拼命！别连累我们，这种人绝不能饶！饿疯了的人，比任何人都更在乎手里的饭碗。放开我们！我们就是路过。路过带着铁锹和石块去渠边转悠。送官。丽娘，孩子不懂事，是受了旁人撺掇。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他们这一回吧。他们要是进了大牢，这辈子就毁了。他们填石头的时候，可没想过会毁了这一带几百口人的生计。按规矩办。送走。小米、豆子、薯种，大家按领到的份数种下去。有了水和种子，这地才真正活了过来。下雨了，老天爷终于开眼了！这场雨救活了地，也救活了人心。娘，它这么小，以后真的能变成粮食吗？能，只要有人护着它，它就能长大。那我也护着它。听说了吗？那头母猪怀崽了，这可是个大喜事儿，咱们村要添大财了。散了，都别吵，别吓着他。
规矩定好了，母兔留种，公兔按月宰了给铺子熬汤，小猪仔养大后分给各村勤快的人家代养。你们按规矩喂，养成之后一半归公，一半归自家。给自家留下活我干。丽娘掌柜放心，大家照看得格外上心。这荒年，咱们是真的挺过来了。收粮了，咱们真的收粮了。丽娘，你瞧这豆子多结实，去年这时候满地都是枯草，我还以为咱们一家子都熬不过去了，谁能想到今年咱们不但活下来了，还能有这么好的收成。开饭了！这一场灾荒终于要过去了，而我们的日子也会一天天好起来。